太好了，老奶奶终于在村头找到了阿娟。你看老奶奶抱着自己的干孙女可开心了，干孙女也是很懂事的，把自己的糖喂给奶奶吃。这次老奶奶也是铁了心了，绝对不会再让阿娟母女漂泊流浪了，直接要把阿娟和孙女接回了自己家里住。我们知道上一期老奶奶担心孙女在暴雨中淋坏身体，竟然冒着大雨去找阿娟了。可阿娟非但没找到，更是看到他们俩所居住的房子也坍塌了，这让老奶奶瞬间担忧起来。这两个人到底是去哪里了？可大雨停了没多久，老奶奶的腿伤竟开始隐隐作痛了。没有办法，老奶奶也只能先回家去了。她有风湿病，不能再这么折腾了。而阿娟这边看见雨停了，她也打算去寻找新的住所了，顺便看能不能在路上找些山货来卖。她把钱全部给了可怜的兄弟俩，再不赶紧赚些钱，很快两人就会饿死。于是便带着女儿往山里的方向走去。可就在他往前面走的时候，老奶奶竟然也意外刚好路过此地。老奶奶回头望了一眼，顿时心头一喜，她怎么看也觉得前面的两个人很像阿娟母女，于是她便试探性地喊了喊。看着那背影，老奶奶是越看越像。阿娟猛地一下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竟然是自己多日不见的干妈。阿娟瞬间高兴坏了，赶忙抱着女儿向干妈走去。可老奶奶的腿已经有些走不动了。阿娟焦急地询问：干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捂着腿啊？老奶奶说：这是老毛病了，我的风湿病又犯了，不过没什么大问题，现在就是有点累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就行了。听到这里，阿娟才稍微放下心来。她扶着老奶奶往前走去，走到前面的玉米地停了下来。阿娟摘了几片大叶子铺在地上，让老奶奶坐了下来。老奶奶说：真是老天保佑啊，我总算找到你们了，你们可把我这个老婆子给吓死了。你们这些天跑哪去了？雨下得这么大，你们娘俩怎么还敢往山里走啊？她一边走一边絮叨，话语里满满都是紧张后的松口气。而阿娟则说：对不起干妈，我瞒着你不辞而别了，可我真的担心你的女儿因为我和你吵架，要是影响了你们的关系，我可真的成罪人了。老奶奶却说：傻孩子啊，我女儿就是这样的怪脾气，你不用管她，反倒是你们不辞而别，可让我担心坏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让我看看我这可爱的孙女儿。老奶奶说着便从兜里拿出了2颗糖，想要抱抱自己可爱的孙女。老奶奶看着这可爱的孙女越看越喜欢，赶紧把糖打开让小孙女吃。虽然干孙女也只见过老奶奶几次，但也并没有表现得陌生，她还把手中的糖递给了老奶奶品尝。这一家人和睦的景象也让阿娟倍感羡慕，她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家的感觉。在婆婆家的时候总是被排挤谩骂，只有在干妈这里才能找到母爱的感觉。老奶奶也似乎感受到了阿娟的心情，她对阿娟说：阿娟啊，你以后哪里都不要去了，听到没有？你们娘俩以后就住在我家里，再也不能带着我的孙女颠沛流离了。那么接下来阿娟会跟着老奶奶回家去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